欢迎订阅时事快线。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，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。每天10分钟，了解天下事。下边是详细内容。1. 谷歌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与 Adobe 的编辑功能相媲美。据 BusinessInsider.com 报道，谷歌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与 Adobe 的编辑功能相媲美。谷歌新推出的 AI 工具来势汹汹，编辑能力直追 Adobe。无论是修图还是剪视频，谷歌 AI 都能自动优化、调色，甚至还能生成创意内容，效果堪比专业软件。操作简单易上手，成本也比传统软件低得多。谷歌还打算加入更多 AI 功能，比如智能推荐设计模板，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做出专业级作品。Adobe 怕是要感受到压力了，未来这两家在创意领域的较量肯定更精彩。2. 联合国将于2027年结束驻黎巴嫩特派团。据 Republica It 报道，联合国将于2027年结束驻黎巴嫩特派团。联合国计划在2027年正式撤出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。多年来，特派团一直在当地维持和平、监督停火、支持人道救援。随着地区局势变化，联合国认为任务已基本达成，将逐步减少人员和资源。未来2年，重点将放在帮助黎巴嫩平稳过渡，同时关注其他冲突地区。3. 星际飞船第10次飞行火力全开。据 Space.com 报道，星际飞船第10次飞行火力全开。SpaceX 的星际飞船项目又迈出一大步。第10次飞行测试中，飞船展现了超强性能，火箭助推器成功分离，轨道运行稳定，还完成了高难度的大气载入测试。SpaceX 团队表示，这次飞行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，为未来载人登月和火星任务打下基础。网友直呼科幻变现实，马斯克也在 X 上发文庆祝，称星际飞船将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。接下来 ，SpaceX 还计划加速测试节奏，目标是早日实现完全可重复使用。4. 以色列4次袭击加沙纳赛尔医院。据 BBC.com 报道，以色列4次袭击加沙纳赛尔医院。以色列军方近期对加沙的纳赛尔医院发动了4次袭击，造成严重破坏。医院作为当地主要医疗中心，收治了大量伤患，但袭击导致设施受损，医疗物资短缺，医护人员和患者处境危险。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呼吁保护平民和医疗设施，强调医院应免受攻击。以色列方面称袭击针对武装分子，但具体细节尚未公开。冲突持续升级，国际社会对人道危机的担忧加剧。5. 特朗普提议中国维和部队前往乌克兰。据 Pravda.com.ua 报道，特朗普提议中国维和部队前往乌克兰。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白宫会见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时，提出让中国军队作为维和部队部署到乌克兰，监控1300公里的战线中立区。这一想法遭到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反对，他们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，曾在战争中支持俄方。泽连斯基明确表示，中国未在俄乌冲突中帮助乌克兰，因此不适合担任安全保障角色。白宫否认了相关报道，称从未讨论过中国维和部队。中国外交部也表示无意派遣维和部队。欧盟则倾向于部署自己的部队，但要求美国提供安全保障。6. 欧盟计划将俄罗斯资产运往乌克兰。据 RBC.UA 报道，欧盟计划将俄罗斯资产运往乌克兰。欧盟正在推动一项计划，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，用于支持其战后重建和军事防御。此举引发争议，俄罗斯外交部称这是非法没收资产，违背国际法。欧盟内部对如何合法化和实施这一计划存在分歧，匈牙利等国表示反对，担心此举可能导致与俄罗斯关系进一步恶化。美国财长表示，冻结资产是谈判中的一张牌，尚未决定是否直接没收。欧盟还计划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训练支持，但具体时间表未定。7. 印度、日本可以引领科技革命。
据 Malayalam.IndianExpress.com 报道，印度、日本可以引领科技革命。印度和日本正联手掀起一场科技风暴，两国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和绿色能源领域展开深度合作，计划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生态系统。印度凭借庞大的人才库和快速发展的初创企业，日本则以尖端技术和研发实力加持，双方优势互补。专家预测，这对组合可能在未来10年内重塑全球科技格局，尤其是在智能制造和可持续技术方面。两国政府还承诺加大投资，推动5G、半导体和生物技术发展，目标是成为科技革命的领头羊。8. 斑马鱼干细胞成为嗅觉神经元。据 Physical.org 报道，斑马鱼干细胞成为嗅觉神经元。科学家们发现，斑马鱼的嗅觉系统干细胞能持续生成嗅觉神经元，揭开了嗅觉神经再生的奥秘。通过高分辨率成像和单细胞 RNA 测序，研究人员确认了一种独特的双稳态开关机制，引导干细胞分化并形成细胞邻居结构。这种机制让嗅觉系统能不断更新神经元，维持灵敏嗅觉。研究还表明，这一发现可能为人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，比如修复受损的神经系统。9. 欧洲提议在乌克兰设立缓冲区以结束战争。据 Hot News RO 报道，欧洲提议在乌克兰设立缓冲区以结束战争。欧洲领导人正考虑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前线之间设立一个40公里的缓冲区，作为停火或战后协议的一部分。计划由英法军队为主的维和部队巡逻，人数可能在4000到6万之间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否决了这想法，称现代战争中无人机和远程武器让缓冲区毫无意义，实际已是无人区。他还强调，任何涉及割让领土的协议都不可接受。俄罗斯则表示，没有俄方参与的讨论是徒劳。欧盟急于促成和平，但此提议因缺乏美国参与和俄方强硬态度，效果存疑。10. 拉斯维加斯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绿野仙踪。据路透社网站报道，拉斯维加斯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绿野仙踪。拉斯维加斯最新娱乐项目让人眼前一亮。一场由 AI 驱动的绿野仙踪沉浸式演出正式亮相，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动态场景和互动角色。观众可以与虚拟角色对话，影响剧情走向，体验宛如置身童话世界。AI 还能实时生成特效和音乐，让每场演出都独一无二。项目团队表示，这不仅提升了娱乐体验，还展示了 AI 在创意产业的应用潜力。票房已火爆开售，预计将吸引全球游客。11. AI 公司考虑收购谷歌 Chrome 浏览器。据 Tomsky.com 报道 ，AI 公司考虑收购谷歌 Chrome 浏览器。AI 公司对谷歌 Chrome 虎视眈眈。Perplexity AI 开出345亿美元天价收购 Chrome。OpenAI 也表示，若谷歌被迫出售，他们有兴趣接手。Chrome 坐拥全球超60%浏览器市场，掌控用户数据和搜索入口，是 AI 公司眼中的香饽饽。美国司法部因反垄断案要求谷歌剥离 Chrome，Perplexity 趁机出手，称将保留谷歌为默认搜索引擎，并投入30亿研发。专家认为，这可能是 AI 公司在搜索大战中的战略布局，但谷歌誓言上诉 ，Chrome 一手可能性不大。12. 硅谷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人工智能。据 FinancialPost.com 报道，硅谷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人工智能。硅谷的 AI 热潮带上了宗教色彩，业内大佬们用神圣使命、救赎等词形容 AI 发展，称其为人类命运的钥匙。这种语言不仅吸引投资，还让技术人员感觉在创造超越凡俗的东西。批评者警告，这种修辞可能掩盖 AI 的伦理风险和社会影响，容易让人忽视隐私、偏见等问题。硅谷创业者则认为，这种语言只是表达对 AI 变革潜力的热情，目标是激励创新，而非神话技术。
13. 俄罗斯可能已修改乌克兰领土要求。据 Adavaro 报道，俄罗斯可能已修改乌克兰领土要求。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领土诉求似乎有了新变化。据消息人士透露，普京可能不再坚持完全控制乌东4州，而是提出冻结现有战线，并要求乌克兰放弃北约成员国目标，保持中立。俄方还要求乌军从顿涅茨克部分地区撤出，以换取停火。此前，俄方曾要求乌克兰割让更多领土并限制军力，遭到基辅坚决反对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，任何领土让步都是投降，坚持要求俄军完全撤出。分析人士认为，俄方调整诉求可能是迫于战场压力和经济制裁，但谈判前景仍不明朗。14. 土耳其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并关闭领空。据 DNSE 报道，土耳其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并关闭领空。土耳其对以色列彻底翻脸。因不满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，土耳其外长菲丹宣布切断与以色列的贸易关系，并关闭领空，禁止以色列官方飞机和军火运输机通行。土耳其还禁止本国船只前往以色列港口。此举加剧了两国紧张关系。此前，土耳其已限制对以色列的出口，并谴责其侵略行为。以色列方面表示尚未收到正式通知，部分商业航班仍正常飞越土耳其领空。土耳其此举被视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硬回应，可能会影响地区航空和贸易格局。15. 韦伯拍摄的星际物体 3I Atlas。据 Wired It 报道，韦伯拍摄的星际物体 3I Atlas。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8月6日用近红外光谱仪捕捉到星际彗星 3I Atlas 的惊艳画面。这是人类发现的第3个星际物体。7月1日在智利被 Atlas 望远镜发现，速度高达每小时21万公里。韦伯数据显示，这颗彗星富含二氧化碳、含少量水冰和一氧化碳，汇合直径可能仅1公里，周围环绕着直径超3.4万公里的气体云。科学家推测，它可能来自遥远的恒星系统，年龄比太阳系还老30亿年。它将在10月底靠近太阳，之后可能因高温解体，观测窗口有限。全球天文学家正争分夺秒研究。16.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附近集结10万军队。据 Hot News.ro 报道，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附近集结10万军队。俄军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集结了约10万兵力，引发高度紧张。情报显示，俄罗斯可能计划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新攻势，配备重型武器和无人机。乌克兰军方称已加强防御，部署反坦克武器和远程火炮。北约和美国警告，俄方此举可能导致冲突升级，呼吁通过外交途径缓解局势。俄罗斯否认进攻意图，称部队调动是例行演习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军事援助，以应对潜在威胁。17. 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就谈判作出决定。据 Answer It 报道，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就谈判作出决定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喊话，要求莫斯科明确是否愿意进行和平谈判。他在基辅表示，俄罗斯必须在年底前决定是否继续战争，否则乌克兰将采取更强硬措施，包括扩大无人机攻击和要求更多西方军事援助。泽连斯基强调，乌克兰不会放弃领土，也不会接受冻结冲突的提议。他还呼吁美国加快武器交付，以应对俄军在东部的攻势。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，乌克兰的条件不现实，谈判需基于战场现实。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双方表态，担心冲突进一步升级。18. 美国限制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芯片设备。据路透社网站报道，美国限制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芯片设备。美国对韩国芯片巨头出手。新规限制 SK 海力士和三星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，原因是担心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。拜登政府加强了对华技术出口管制，重点针对半导体和 AI 相关设备。
两家公司表示将遵守规定，但担心这会影响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。业内人士透露，此举可能推高全球芯片价格，并迫使中国加速自主研发。美国商务部称，这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，但韩国企业呼吁美方提供更多豁免，以减少经济冲击。19，法国、德国向乌克兰增派防空力量。据 GPSE 报道，法国、德国向乌克兰增派防空力量。法国和德国联手为乌克兰撑腰。两国宣布向乌克兰增派先进防空系统，包括法国提供的 SAMP-T 和德国的 IRIS-T， 应对俄罗斯近期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。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，此举旨在加强乌克兰的空中防御，保护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。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，欧洲必须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威胁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感谢，称这些系统将显著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。首批设备和导弹预计年底前到位，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援助。20，泽连斯基签署国家记忆法。据 life.pravda.com.ua 报道，泽连斯基签署国家记忆法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式签署国家记忆法，旨在保护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遗产。该法案禁止美化苏联和俄罗斯帝国符号，拆除相关纪念碑，并推动去俄化教育。法律还要求记录俄乌战争中的历史事件，确保后代了解真相。泽连斯基表示，这不仅是保护国家身份，也是对俄罗斯文化侵略的回应。法案引发争议，部分人担心可能加剧国内分裂，但支持者认为这是乌克兰主权的重要一步。21，特朗普可以向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。据 appnews.com 报道，特朗普可以向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。特朗普总统正计划将国民警卫队派往更多民主党执政的城市，如芝加哥和巴尔的摩，以打击所谓的高犯罪率。此前，他已向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部署了部队，引发法律争议。特朗普利用美国法典第10章，声称有权在入侵或叛乱情况下控制国民警卫队，但此举遭到地方官员反对，认为这是滥用职权。加州州长纽森已就洛杉矶部署提起诉讼，指控违反禁止军队执法的 Pasicamitatis 法。专家警告，这种部署可能加剧紧张局势，且在非紧急情况下可能违法。特朗普坚称此举是为了恢复法律和秩序。22，美国以恐怖主义为由吊销巴勒斯坦人签证。据 Answer It 报道，美国以恐怖主义为由吊销巴勒斯坦人签证。美国政府近期以支持恐怖主义为由，吊销了多名巴勒斯坦裔学生的签证，引发广泛争议。这些学生在美国大学就读，部分因参与抗议活动被指控表达恐怖主义支持。美国国务院称此举是为了国家安全，但未提供具体证据。批评者认为这是针对巴勒斯坦裔群体的歧视行为，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。高校和人权组织呼吁透明调查，强调签证政策不应成为政治工具。特朗普政府时期，类似政策曾引发诉讼，预计此次决定也将面临法律挑战。23，特朗普寻求削减援助，面临政府关门的风险。据 La Presse.ca 报道，特朗普寻求削减援助，面临政府关门的风险。特朗普政府计划削减近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，引发政府关门危机。白宫预算办公室要求暂停国会批准的援助项目，重点针对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资金。特朗普称此举为美国优先，但民主党警告这将破坏预算谈判，可能导致9月底政府停摆。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需民主党支持通过新支出法案，但双方分歧加剧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削减援助可能影响美国在全球的软实力，尤其是在乌克兰等人道主义项目上。政府关门若发生，将影响从食品检查到国家公园的日常运作，约90万联邦员工可能面临无薪工作。24，巨大的撞击为地球带来了生命的成分。据 LifeScience.com 报道，巨大的撞击为地球带来了生命的成分。
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，约40亿年前，一场超级陨石撞击可能为地球带来了生命的关键成分。研究表明，撞击形成的极端高温高压环境能将陨石中的碳、氢、氮等元素转化为氨基酸和核苷酸等生命基石。模拟实验显示，陨石撞击地球早期海洋时，可能在瞬间生成这些有机物，为生命起源奠定基础。这挑战了传统认为生命成分主要来自地球内部的观点。研究还推测，类似撞击在火星等行星上也可能发生，暗示宇宙中生命起源的普遍性。25. 科学家重新编程细胞用于癌症治疗。据 TribuneIndia.com 报道，科学家重新编程细胞用于癌症治疗。科学家们在癌症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。研究团队通过重新编程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，开发出新型 CAR-T 细胞疗法，专门针对血液癌症，如白血病和淋巴瘤。实验显示，这些改造后的细胞能精准识别并摧毁癌细胞，部分患者甚至达到完全缓解。相比传统化疗，这种疗法副作用更小，疗效更持久。研究还探索了将此技术应用于实体瘤的可能性，未来有望为更多癌症患者带来希望。目前，临床试验正在加速推进，预计几年内可广泛应用。26. 普京将深化对华合作。据 Pravda.com.ua 报道，普京将深化对华合作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，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。在近期一次经济论坛上，他强调中俄将在能源、贸易和技术领域扩大合作，特别是天然气出口和“一带一路”项目。普京称，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，双方计划在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领域展开联合研发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此举可能是在西方制裁压力下，俄罗斯寻求更紧密的东方联盟。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，愿与俄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。27. 法院裁定特朗普的大部分关税非法。据 TheGlobeandMail.com 报道，法院裁定特朗普的大部分关税非法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以7-4的裁决认定，特朗普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（IEEPA） 实施的全球关税超出了其权限，属于非法行为。这些关税包括对几乎所有国家的10%解放日关税，以及针对中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报复性关税。法院指出，IEEPA 并未明确授予总统实施关税的权利，宪法赋予国会而非总统制定关税的权利。裁决暂缓至10月中旬执行，特朗普政府计划上诉至最高法院。特朗普坚称关税对保护美国经济至关重要，但批评者认为这推高了物价，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。